这节课咱们来学习一下关于晕染液的使用技巧，以及在晕染液里面我们去做这些纹路晕染类的啊是怎么去进行操作的。然后我这里呢大概涂了几个颜色，涂了一个颜色，但是这两个呢是色胶之后照完灯就没有再动的，这两个呢是在色胶之后涂了一层磨砂封层。然后我们接下来会在上面去实操，教大家晕染液的使用方法啊。首先这个在操作的时候我们有几种晕染液，说实话它属于一个速干类的一个产品，它不属于甲油胶系列，也就是说像这个晕染液呢，它是会有轻微味道的。只不过每个厂家它给咱们配比的这种味道的大小会有区别，有的晕染液味道很臭，有的晕染液呢就是有轻微一点点，但是并没有那么冲。所以说这个晕染液呢，它也是分产品的好坏和它那个产品质地成分的不同啊，这个大家要简单去了解。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第一种呢，在操作的时候，我们是在色胶之后，色胶之后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在不擦浮胶的情况下去进行操作，第二种是把浮胶擦掉之后再进行操作。如果说大家都记得这个是一个速干类的胶，不擦浮胶代表着什么？甲面它是有一定的那个透明胶或者说是颜色的那种胶存在的，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往上去滴一点点水类的东西，边缘肯定会出现一个被这个浮胶给稀释的边缘，或者说是纹路感会比较重。第二个，擦掉浮胶呢，它就不会受这些甲油胶的影响。所以说这个晕染液呢，可以叠加在色胶之后。大家先来看第一种啊，随便拿一瓶晕染液，来，拿瓶晕染液，这个呢我没有擦浮胶，我把这个不擦浮胶，把这个浮胶擦上去，大家看啊，就是拿棉片蘸清洁水、酒精把这个浮胶擦掉即可。好，擦掉浮胶，这个没有擦，这个擦过了啊。这个时候来拿晕染液，晕染液呢，一般多数都是这种瓶装的，直接拿出来往甲面上去刷就可以了。来看，先来看啊，如果说是不擦浮胶的情况下，我们把晕染液点上去，可以吗？可以，直接点开对应的色块就好。但是会发现，因为甲面有弧度，所以说这个深色它会往两边去淌。如果不想要深色在两边的，我们一定记得点好之后马上倒置一下，你看它就流回来了，看到没有？深色就往中间去走了一下啊。那如果等它干透之后你再去操作就不太好了。而且这个晕染液有的它的晕染的速度会比较快，有的它的晕染速度会比较慢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干透的速度快慢区别。现在大家应该我放大一下，大家来看，能发现吧？是不是这个边缘的纹路会被这个浮胶稀释掉一部分？能发现吧？但是它边缘纹路也是比较强的。然后如果是擦掉浮胶之后操作，像这种情况毛刺的情况是绝对不会有的。来看。如果想让它干的比较快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边操作边去吹，一边操作一边吹。干透之后，我们可以叠加第二层，比如这个位置我想加深一下或者怎么样，可以再点一点啊。来看一下两种，这种的边缘它都是这种很干净的，但是这个它一定是被浮胶，甚至有的加固胶之后或者什么浮胶比较大的情况下，纹路边缘的虚化的感觉会更加强烈一点。这是这两种。来，接下来再来看，如果是在磨砂封层后操作，这两种啊，如果是在磨砂封层后操作，它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来，同样是这瓶晕染液，我点上去，你看见吧？当点上去之后，它向周围流动性的速度首先变慢，第二个，我在刷的途中会发现甲面整个感觉是这种雾蒙蒙的效果。对不对？是不是能明显的看出来是有点偏雾蒙蒙的效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哎，我再叠加一下，那我就把这个位置多点一点，它纹路就会加重，颜色就会加重，对不对？哎，有深色有浅色，这样一对比，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三种不同操作方法的一个区别。然后在操作完之后，大家就想要什么感觉？比如我想要雾蒙蒙的感觉叠加在中间，那么就有在磨砂封层后操作。如果说是，哎，我就想要这种突出纹路感，那么我们可以在擦掉浮胶之后直接操作，我更倾向的是这两种啊，更倾向的是让大家在擦掉浮胶后操作和在磨砂封层后操作，好吧？直接把晕染液点上去即可。那如果说是用的磨砂封层操作的话，一定记得这一层磨砂封层在操作的过程中不要包边，不要包边。但凡是大家记住，只要是封层作为款式叠加在中间的磨砂封层，因为毕业封层之后是光滑的面，以防万一开边起翘，所以我们但凡是夹在中间的封层都不要包边，啊！好，来。这是点色块的一个这个运用，比如说这个色块上，我们也可以再次叠加一下其他的颜色，随便拿两个颜色啊。好，叠加一下，就点上这里来。这个晕染液它跟水彩的区别就是可以直接用，水彩呢可能干的比较慢，也有可能说两层颜色叠加需要中间用一层胶去隔离，但是这个不需要。但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想让这个颜色两个颜色不要混色，各过各的，就是一层是一层颜色，那么就需要中间用一层底胶去隔离就好。就还是啊，这个如果是这两种需要有层次感叠加出来的话。
这两步可以直接用底胶隔离，一定也是要擦浮胶，一定底胶也是得擦浮胶去操作的，不然边缘会虚化啊。如果说是在磨砂封层后，我想要这种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用磨砂封层去进行叠加处理。也可以用这个去叠加处理，看款式需要，好吧？好了，这是晕染液的叠加染色方法。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如果我想把这个边缘给它做晕染的情况下，我想把颜色边缘给晕染开，过渡的边缘不要整体这么整齐，就跟咱们做晕染点上了色块需要过渡边缘一样。那这个时候咱们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透明晕染液。透明晕染液，我这里写了几种，第一种是晕染液啊，透明晕染液就是这个。也是跟这种质地相同，是速干类的。第二种呢是酒精，很多同学老师我用酒精去过渡行不行？一会儿我给大家操作一下，大家来看看行还是不行，是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啊？第三种呢就是我们用这个卸甲水，记住不是洗甲水啊，是卸甲水。卸甲水的操作，晕染边缘，往下滴一下。好了，现在看起来是不是都很生硬，对不对？很生硬。好了，来。这里呢，我里面滴的是卸甲水啊，加的是卸甲水。这个小盖盖，该小盖盖，因为晕染液的挥发速度是比较快的，所以说我们最好，如果说要用一段时间，你别说滴进去就这么放着，因为它的挥发速度极快，需要咱们我不用了，我要换手或者先做别的款式，那我就先盖上，然后过一会儿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好吧？来看啊，我要过渡边缘的话，大家可以找一支就是专门。比如说这支笔我也不大常用，或者是价格比较低，一支小毛笔啊，那个小毛笔万能笔，那我就直接用它用就好了。记住啊，左边这个是透明晕染液，这边是卸甲水。酒精呢，我是在按压瓶里面，我待会儿直接去直接操作，大家来看。首先第一个用透明晕染液，3种，我笔呢直接蘸到里面去，不要太多。我想要把这个边缘纹路给晕染开的情况下，我放大看。笔呢直接蘸着透明晕染液去点开边缘，看到没有？在浮胶之后就容易出现这个效果，是啥效果呢？就是容易把这个颜色给它擦掉，但是说擦掉了吧，实际上它这边缘还是淡淡的，所以这种做法呢，大家看一下，操作难度比较大，这个为什么更不推荐大家用这种的原因啊？来，第二种，我们用这个晕染液去在这上面去进行边缘过渡，你看见吧？它这个晕染出来的纹路边缘跟这种有相同点吗？有，毕竟都是在亮面的这个色胶之后去操作。那我可以，我给它过渡一下，是不是这个就要比这个看起来甲面更自然一点点？不在于说我们的笔或者操作怎么样啊，是因为在不同的胶后面它会出现不同的效果，能看出来吗？比如说这边纹路比较圆，我们就想把这颜色点的大一点，那么就多来点透明晕染液。然后这边比较圆，或者这个地方，蓝色的地方我稍微给它做一个衔接过渡。对吧？我做的面积比较大啊，是不是让大家看更清楚一点点？然后这个笔呢，如果说是，比如说我晕染完，笔上颜色比较多，在这里面洗一下之后，在一张湿棉片或者干棉片上擦一下，吸水，然后再去蘸，再去过渡边缘，也是可以的。注意做晕染的时候，过渡这个边缘，千万不要把纹路画的就是这样，很圆润、很规整。就是有的款式这种可以，但是有的款式如果不想那么生硬的情况下，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把这再单独带开。对不对？你看这个天然形成的那种纹路深浅质感以及边缘，这种感觉它是比较好看的啊。我其实个人很喜欢用晕染液，也很喜欢用晕染液，因为晕染液一个省事儿，另外一个它可以达到一些我们用甲油胶做不到的一些效果，用甲胶做不到的效果。如果说感觉某个地方比较多的情况下，我点的这个晕染液太多了，那记得把你的笔先在这个棉片或者纸上吸干净，之后有轻微一丢丢，我再单独去晕染某个地方细化的纹路。比如我要做干净一点，那么晕染液一定不要太多，相当于把那个叫什么咱晕染的边缘给它进行虚化2次过渡，擦干净笔是吧？进行擦笔，擦干净笔再去过渡边缘。好了，来看这种。这个再怎么做，你看它都是有一些小刷痕的啊，跟这个是有一点点不同的。所以说这是这2种的操作。那如果同样是用这个晕染液，我再去磨砂封层上晕染的话，大家再来看啊，笔上现在有晕染液，好了，我去过渡边缘，因为有的这个晕染液它的上色度比较高，所以说有时候晕染边缘的时候，它可能出来的那个颜色会淡淡的。看没？就算磨砂封层我们在这上面用晕染液晕开了，那出来的颜色也是这种雾蒙蒙的效果，是不是就相当于咱们做云雾晕染或者说空气晕染系列啊？如果说这个颜色确实太多了，我们可以多蘸取一点晕染液，把这个地方给它揉开，把颜色边缘给它揉开。看看，能看出来吧？是不是？你看出来的这个效果就是这种，以后大家只要看到跟这种风格相关，你们就自己就知道哦，它是在什么后去进行操作的，是在浮胶之后啊，还是哪之后？
把形状破坏一下啊，把形状破坏一下。还有一个情况发生，大家要记住，有的晕染液，比如说同样这是一瓶透明晕染液，但是我换一个品牌的那个颜色点上去之后，可能这个晕染液给它过渡不开，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尽量买同一个品牌的去进行实操操作。还有这个透明晕染液呢，还有那种瓶装的，是瓶装的，就跟咱们这种一样，是瓶装的，直接点上去，然后再拿笔过渡，不如直接用这种要方便啊。晕染液的使用率是比较高的，所以透明晕染液可以买个稍微大一点的，好吧？来看，这是这3种在晕染边缘用透明晕染液的时候一个效果。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如果是用卸甲水，我没有晕染液了，我用卸甲水代替可以吗？来看看卸甲水啊，卸指甲用的。同样，我要还是这一个，先从这个开始看边缘，你看是不是也可以晕染开？是不是也可以晕染开？对吧？但是卸甲水它也是一个挥发性比较快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卸甲水有的时候它点了会晕的速度忒快了啊，是忒快的。还有的那个晕染液，它不适合用这个东西去操作，一点点的去消的太多了，把这个整个色块都弄没了。来，再看，如果说是在这个之后，我们要晕染边缘，卸甲水可以吗？也可以，先看看，是不是也能做出来？也能做出来。你看这个直接做了一个整甲的晕染了啊，还可以，是不是？好了，有的时候我们做好晕染，可以直接用晕染液去做出大理石纹，就省得我们自己再去进行实操了啊。好了，这是用卸甲水在这2层色胶之后操作的。那接下来我在磨砂封层再去操作，大家看有没有达到这种雾化效果啊？介绍这个只能说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具体的跟你每个人用的产品不一样，所以大家也要去做具体的分析。不要一味的说咱这一种就是肯定就你说的就是啥，完了我这个不一样，那肯定我这有问题，也不一定，好不好？是不是也可以做到雾化效果？所以说跟我们底部用的胶是成主要关系，而不是跟你那个晕染液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最好是买什么的那种味道稍微浅一点的，别买太重的。味道过重的吧，说实话，哎呀，受不了啊！有的味道确实是受不了，我是换了好几次，看看，就是4种晕染，除了这一种之后。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说实话，现在做着不好看。有的时候省事儿，我就想要这种边缘纹路的话，也可以直接点上颜色过渡，也是可以的。这4种都是一样的，只是更推荐在大家在浮胶之后和磨砂封层后操作，好吧？来，我第3种啊，我用这个酒精去过渡边缘，大家来看一下能不能过渡开，好吧？我把笔擦干净，我这个按压瓶里面都是酒精啊，我先洗一下。好了，现在笔上蘸的是酒精，首先是浮胶之后我去过渡边缘。可以吗？但凡有浮胶，这么说吧，它都好去操作，都会容易把颜色给带开。但是有的情况下，比如说我用酒精，我去过渡这个纹路边缘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再怎么擦，它的边缘是不动的，也就那么一丢丢，但是并不像晕染液似的直接点上去。我现在蘸的是酒精啊，然后边缘你看，我多来点，它边缘也是过渡不开的。那同样我再去蘸这个透明晕染液，边缘就容易被虚化掉。这个边缘就容易被虚化掉，那除非你的颜色上色度已经很高了，时间比较久了，干得透透的，那有可能是不好操作的，好吧？所以说这3种的方法呢，我更推荐用透明晕染液，直接用透明晕染液就好。卸甲水现在大家几乎不用，也不用去买，但是这个大家都是必备的。这是这几种，这种在操作完了之后，我们接下来怎么样？哎，上面可以用什么去叠加啊？比如说，因为晕染液它没有粘性嘛，就跟水彩一样，它是没有粘性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拿一个这个。那个直接涂加固胶，就相当于在没有粘性、表面比较光滑的情况下，你直接上色胶，是不是没有底胶的作用？它会不结实，所以说，一般在做完晕染液之后，用什么底胶？底胶隔离，也就是说这款式做完了，不要用那个加固胶，直接用底胶。水彩也是一样，好吗？水彩也是一样。好了，隔离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再去上封层。来看一下啊，想要这种雾蒙蒙的感觉，那我们就可以在它之后上磨砂封层。想要这种效果的，我们就上要亮封。我给它上不同的这个封层上一下啊。首先这个我上一个亮封，再上完封层之后，它的质感会更加的好看，你看看夹在其中，是不是可漂亮了？这个没有什么规律性可言，就是你觉得你想让哪里，比如说这个位置我想要颜色的深色区，就跟咱们画大理石纹一样，颜色深色区，那就点到这里，边缘过渡开。那你想哪里颜色重，就往哪边去过渡，这个比较丑啊，我可能故意丑化它了，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方法也会用得到。那擦药浮胶咱们好操作，我就直接上封层了，你们记得用底胶隔离，尤其做真人手，做练习的话无所谓啊。这个呢，我先这边我上一层磨砂封层。不要在意我涂多涂少了，我就直接快速去刷上去。
然后中间这个呢，注意看啊，中间这个现在是不是雾蒙蒙的感觉？好了，我接下来亮面封层，亮面封层上去之后还有雾化效果吗？还有，但是它的纹路感、边缘那种感觉、清晰的感觉更加明显了。来看一下4种效果，晕染液用晕染液去进行操作的，对吧？喜欢哪种自己去研究着做哪种啊，但是这4种都可以给大家做到自己想要的一些效果。就以后大家看到某个款式，或者说你想要达到某种效果，就选用不同的胶去进行实操，好吗？这个就是咱们在用晕染液去进行晕染的时候一个小技巧、小学习啊，把这些想一想，然后如果你直接看这个可能看不懂，边讲按照你们自己的记忆法笔记去整理一下，好吧？我去照灯，照完灯之后基本照完灯大家再去看啊，因为还有一个磨砂封层。我就照灯30秒，大家平常照灯1分钟左右，好不好？1分钟，底胶，然后再封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如果你拿棉片擦一擦，会掉吗？会掉，会掉。就是如果你是水彩，如果是假面用水彩做的这种风格的晕染的话，你拿棉片蘸清洁乳或者蘸酒精一擦，那个水彩的颜色会被刷掉。但是这个会被刷掉吗？也会，但是刷掉一点点。底部它会保留这个晕染液本身的颜色，晕染液是不容易被擦除的啊。不容易被擦除的。来看一下，这个是磨砂封层后，是不是还是这种效果？这些都是亮封之后的效果了啊！大家自己去研究着进行实操，喜欢哪种去操作哪种，好吗？